开始了，开始了，来了。我们这一次寄出了4支麦克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声音真的相当出色，好不好？解决大家觉得我们收音效果不好的问题，好不好？我们的那个设备再升级。那听说今天你们要介绍是厉害的了，对，娇兰的，这一个系列高定系列总共有几款？东方明镜系列，总有7支。但我们今天这边只有3支。3支的原因是因为其他支都出光了，卖光光了，好不好？那因观众要求，我们要实际讲一下。之前都卖太好，直接就出掉了嘛。对，我们还是硬把剩下的3款一定要各留1支来试给大家知道。对。那先从喜欢的开始，先从香木，从这一支想要试这支，我想要试这一支，香木奥秘，香木奥秘，对，因为这支听说跟它已经绝版的那一支夏木之梦还蛮像的哦，但我没闻过夏木，只是知道那一支很红，然后已经绝版了。OK， 对，然后那一支现在在就是对岸也是炒的蛮高的价钱，对。但就是有闻过2支的人是有说，有像。OK， 好，那我们这系列都把它介绍1次了哦。好啊。那先从这一支名称再帮我们讲1次。香木奥秘。香木奥秘，因为它是 boys 是木嘛，然后 mysteries 就是应该是那个神秘的，对，香木奥秘。好，它翻成香木奥秘。OK， 那我们也另外请到了。我们第4个麦克风是王姐，没错，她在旁边边帮忙的时候边插个2句话，大家可以来闻一下，测试一下。这一支王姐试过没有？这支我也没有试过大家都还没有试过，应该可以期待一下哦。对啊，先来试一下。夏木之梦是2020年的限量版啦，限定版。它之前就出了，先出这一支的，这一支2019年，应该是说它的那个版本，就是它那个味道，之前就有出一整个系列是细长方瓶的，对，那个他们另外一个系列之前就已经出了，它已经绝版了，是，然后那个版本有可能是不是2020年又出一个版本出来？maybe 我不知道那个版本，它那个蛮漂亮的，就是瓶身是长方形的，然后是流苏，就是有一个，我等一下来找那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来赶快试验一下，先试香杯，来，没闻过了哈，我也没闻过。等一下好了，等它一下下。哇，柑橘木质调。我想请问一下，娇兰是不是它复古系列都是以柑橘著称？像它的帝王系列不是柑橘嘛？对，它那个系列是。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带一些这个色彩在里面？没有，它这个系列应该是比较神秘东方调那种，对，那种感觉应该不是。所以会有点东方木质啊、东方皮革啊，或是乌木啊，或者是东方辛香调。对，有好，对，它这个系列都蛮浓郁的味道，而且它从一开始味道就一直在转换，一直在跑，很好闻哦，而且这让我感觉，神秘的事物就是一直不断在变化，就很像它现在刚喷出来的那一刻，到现在过了1分钟左右，它味道至少在我鼻腔里面转过了4轮了。应该说它前中后调都一直有穿透出来给你闻到。对，这个喜欢木质调的会很爱哦。这一支的特色是皮革，对，它有皮革。一开始出来它就是像老板说柑橘、橙花那种清新的，可是它随之而来就是木头的香气加皮革。对，那这支我觉得显香来讲，皮革是比较重的，它可能定香皮革放比较多。这一支在你身上是皮革比较多。对。这一支是以皮革为基调，木质皮革，然后前面放的是东方辛香调加橙花，然后它的东方辛香调是月桂叶。对。那现在在Cindy 身上，可不可以
帮大家形容一下。很舒服哎，它一开始我觉得它的那个橙花的精油感蛮重的，然后有那个雪松的那一种清新的丝柏木清新的那种木质感有在里面。然后他说有月桂嘛，月桂的那个香气，木质感也有。对，就在我身上还蛮舒服。它不是那种很重的那一种皮革，基本上它这个系列的，我们看它的香调，它几乎每一支后调都有带皮革。对，每一支都会有。但这是我觉得它的现在的皮革香调都不会给你很重的感觉，因为它只是要贴肤，舒服哎，所以它让皮革贴肤之后，把它前中调要呈现给你的东方新香调啊、花香啊或木质调更完整、更有层次的，然后展现出来。所以现在皮革你都不会像以前的皮革，你觉得它很重，不会，它那个皮革只是要让香味更贴在你的身上。你就会觉得很自然舒服。我觉得这一支现在对我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的皮革味就开始出来了。可是它的柑橘却让我觉得这个皮革是亮皮的，清新，就是有那哦，因为皮革一般就是可能沉重的那湿重重，浅色的皮革吗？对，浅色的亮皮的哦。那你也可以说它皮是亮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明亮的皮。这种颜色吗？对，有，连它的瓶子都很像这个亮皮的感觉，对，很清新。它一直透过柑橘把它带出来，对不对？那现在在学姐身上，目前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觉得东方新香调跟橙花味道还是很明显，只是因为后面的没药跟皮革，毕竟它是比较显香，所以它会一直穿透过来，让你闻到它的存在。对。但是因为现在还在走前面的橙花，所以你会觉得还在很明亮的感觉，还没有到皮革的氛围，只是那个皮革一直忍不住一直穿过来。对。好，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年轻人，王姐，你会在什么场合跟什么时机点运用这一支？我觉得这个晚上喷可能蛮适合的，上喷，比如说去跟女朋友吃饭啊，对啊，一个聚会啊，我觉得喷这个还蛮有 sense， 蛮有质感的。OK， 对。然后刚刚 C 姐说，这个系列每一支后面都有皮革，那我就很期待其他2款会怎么表现。OK， 好，你反而会用在晚上，我会用在晚上，但我倒觉得它这个柑橘一带出来的清新早上就可以把皮革穿出去了，是我的感觉啦，因为它是比较亮的啦，对。好，那Cindy 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我可能还是会比较，我觉得它这味道都还蛮浓郁的，就会比较偏重在傍晚晚上的时间。OK， 对，或者是睡觉的时间，就是还蛮舒服的那种沉稳的木质香，然后它又带一点。为什么我觉得它有一点那个沉香木的那一种，因为橙花跟那个雪松，让你觉得带起来有点像檀木的那个香气，它有点像干燥的木头香，就像你刚刚讲，它没有湿气，它整个呈现的木质调跟皮革调都是干燥的，对，就是像太阳晒在上面，很明亮、很干燥的，它不是泡在水里的木头。对，我觉得这个味道有一点。会让心情蛮沉稳、平静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好舒服哦，透亮的。我好想睡觉，不是？是因为我想睡觉吗？累累的。然后闻了这个之后是我现在很需要的那个味道，就觉得很安定，对，安定这个心神对，尤其在这种就是疫情的嘛。这么多人确诊的时候，我觉得这支很有疗愈。我觉得是因为木质调对你而言都是一个可以安稳你的心情跟精神的好闻放松。对。我倒跟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它白天就可以穿，因为我觉得它是个带阳光的木质调。我会穿着它去爬山呢。对，我觉得跟森林那个高山神木的感觉很像。
它有神木的香气，它会让我想到那个阿里山上的神木。哦，对，我觉得阿里山上的神木的，你抱着它的时候，你闻到的就是这个树木的味道，就是这个香味。对。我现在的画面一直是很像在英伦的河岸边，然后绿色的大草皮。那你知道那个复古的感觉，有这个年轻人穿着七分裤，卡其色七分裤，然后穿着这个吊带卡其裤，有没有？然后戴个小偷帽，有没有？然后拿着画笔跟这个画板，然后在这个草地上骑着他的老式英伦脚踏车，去这个河畔旁边写生画画。是，它阳光正好洒落在他的画板背包上面，跟画板上，超亮我觉得它对啊，非常有这个感觉。而且你看你的皮肤上是亮的吗？对，是。现在也是亮的。它其实香精比例应该是足够的，它这个应该是香味是持久有层次的。对。好，那我们前调应该讲的差不多。对。我也比较期待我们刚刚录音有没有成功。好，我们赶快听，好，回来听听看。好，那待会再回来讲后调。好，拜拜。我们的香木奥秘回来后调。好，镜头再走一次。哦，它的瓶盖上其实都有刻了一只娇兰的小蜜蜂。有娇兰的特色呢，他们品牌一直致力于就是蜜蜂的一个保育计划，对，他们每年从之前到现在，每年都有做很多就是关于蜜蜂的一个保育计划，然后还有就是做很多就是赞助那种很多那种妇女就是去养殖蜜蜂，然后让这个蜜蜂可以继续就是把我们整个全球的环境做一个那种保育的，对，因为蜜蜂对人类还有所有的动物都非常的重要。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蜜蜂吗？因为它的保养品里面也有。不是，总有个由来，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蜜蜂？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蜜蜂是所有植物花的这个传递者，连接者，对，所以像我推荐大家看那一片，我家也有开心农场那一片，对不对？它一开头，它去一片这个被开发过度，等于是工业化的用地之后，不是工业化，是农业化的用地已经太这个土壤都死了啦。可是他看到蜜蜂的那个蜂板呢？他们本来是在养蜜蜂的地方，不是吗？对，他一开始到了这个已经荒废的田地的时候，他说：“我看到这个采蜂板，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因为如果蜜蜂会来，表示这个地方是有生机的。对。那可是因为这个那个采蜂板都已经老旧烂掉了，对，所以他知道这里已经废耕很久了。所以他要告诉你说，蜜蜂其实就是所有采收花蜜的这个非常重要啊，很重要的，就是有蜜蜂代表那一块土壤是有救的。因为如果没有，因为蜜蜂如果绝育的话，对，就没有传递者，等于就是一连串，我们也不会。对啊，因为没有那些植物花，很多东西失去水果，因为水果的生长也需要靠蜜蜂去传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活不下来。真的很重要。所以这个不要轻忽小蜜蜂，对我们来讲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所有闻到的香材能够持续延续的，也是靠它对啊，传播。讲的太棒了，给大家机会了解一下蜜蜂对我们的重要性。对。好，那回过头来，这一只皮革现在在你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它是一个干燥的皮革木质调，后面对，而且是舒服的哦。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让我闻到在乡间小路河流的味道。皮革跟乡间小路这个河流很清晰，有没有？你有没有闻过那个清晰河流的？清香，然后水都可以闻出来是甜的，对，而且是浸透的。我还是觉得它是在高山森林，你还觉得在高山干燥的那种很木头，然后所有东西就是你可以在高山森林闻到所有原始的香气。是，
那我算是乡间草屋，然后有一点稻草水边的清香，溪流边的清香。那它确实是皮革木质调，没错。但是是舒服的皮革木质，很赞，这个很赞。对啊，这支非常好闻诶，而且我觉得这支啊，我们刚刚再拿出来一下哈。对。我们刚刚一共排了3支。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支是最显香的。是。在我身上。对。OK。这是最喜欢，可能每个人身上不一样啊。对。但我觉得这支就是现在是跟刚开始喷的时候还是很持香到现在，然后它也没有说变淡，就是还是一直很浓郁，然后它的那个很像新鲜的那种。你刚刚说木头，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像刨开的，是新鲜的时候闻到的那个木头香。我还是觉得就是很干燥的神木的香气。是，对。好，那我们的那个幕后小帮手，第一支后调，你的后调现在如何？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它在我身上最后面，它是变得很干净的木质，然后皮革就这样子。它前面的香调变化在前中走完之后，它的风华所有都展现完之后，剩下就是很纯粹，然后我觉得是一种很干净的感觉。是，对，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复杂的香气了，剩下就是干净的皮革跟木质。对，是，然后剩下非常舒服、非常clean的味道。OK， 对，好。越闻越那种放松，越想睡，对，很放松，超级舒服的。那在我身上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在乡间的，乡间小路、小木屋、小草屋，然后你可以闻得到稻草的味道，稻草跟溪流水边的感觉，对，赞。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想这个味道，让我想到明湖明湖，你们有去过明湖吗？嘉明湖吗？不是，是明湖。明天的明，湖水的湖。在哪里？熊忘了它在哪，很近。它是一个度假，它就是在哪个县市？在台湾吗？是那个，它是啦，在台湾。明湖山庄。等一下，我来 Google。OK， 好。好，那你们会给它这一支是在定位在什么样的调性？我是很明确木质调。木质调。对，我也是我是乡间小路木质调，很好闻。然后我要给分。王杰还没给分。我觉得它是木质皮革，因为我觉得它在我身上皮革也带蛮重的。OK， 好，学姐嘞？木质皮革。好，来给分哦。好，来 ，Cindy， 你会给这一支9.8。哇，这么高。我很喜欢对，你前几次拍的都只给8点多嘛，这一支直接到9.8了，倒过来了。好，非常喜欢这一支。对，因为我是喜欢木质调的嘛。对，我以为你是喜欢想睡觉了。对，也有。为什么木质调这么喜欢？就是这样，就是很放松的味道。OK。对，很沉稳放松的味道。好。然后这支真的是它刚开始到现在，一直让我有闻到就是精油感在里面。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天然的香气，然后就很好闻，好，推荐给大家。OK， 那学姐呢？你会给它木质皮革调几分呢？9.5分。9.5分，也是挺高。因为每一个香味都恰到好处，然后又各自到位，然后在身上呈现出来的感觉，又可以很持久，我就觉得前中后段很分明，然后它又保留了每一个香味舒服的感觉给你，你不会觉得有一个味道太过或是太怎样，就是所以它会让你觉得整个很和谐跟平衡，然后很舒服。皮革调跟檀香很自然融合，然后前面那个橙花也是很舒服的，所以你会一直觉得有精油感，是因为那个橙花，它会让你一直有觉得有精油的感觉在里面，就是前中后段整个很恰到好处的舒服。对啊，对，好，赞。那王杰呢？这一支
8.5分。8.5分。好，为什么你给那么低？8.5其实也是很接近，算他高分的，算他高分的。因为他这个应该说，我觉得我给的这个不低啦，就是在我觉得算高分了。那他给我的感觉，它是一个很雅痞的感觉哦，因为它在我身上皮革蛮重的，是木质皮革，那很适合那一种晚上 social 啊那一种，我觉得酷酷的。它在我身上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是。然后最后我觉得很加分的是，它最后的后调啦，它那个转变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前面还蛮重的，但后面其实我们变得那么云淡风轻的感觉。对，确实很舒服，很clean，很棒。好，所以你给他8.8分。那我呢？我觉得就像我前段说的，这个画面就很像在英伦河畔，然后一个年轻穿7分裤、卡其吊带裤的这个年轻人，骑着他的复古脚踏车嘛，对不对？去河边呢，那准备要阳光洒下来，要准备打开他的这个皮革制的包包，要把他的话剧拿出来，对不对？那一直到后调就是乡间小路、草屋，还有溪流流过的水花的味道，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支，我给他的分数是9.8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致给他都非常高的分数。好，这一支品名再跟我们重复一下。香木奥秘。对。希望你们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会对这支更加认识。有机会来我们现场找明芳一起来试在身上，好不好？我们再另外把7款嘛，总共7款嘛，我们现在录3款，我们再把其他4款引回台湾。早期有之前有录乌木啦 ，OK， 绿色的那个，对。那我们还差3支，好，期待见，好，拜拜。